Hello，大家好啊，我是阿勾力啊。今天再次给大家推荐一款免费的数据获取软件啊。那么数据的重要性啊，大家应该都了解了啊。我在之前的视频中也是做过好几期吧啊，关于数据相关的内容啊，比如说这一期啊，还有这一期啊，都是讲这块的啊。那么看过这两个视频的同学啊，应该都会明白数据对我们究竟有多重要啊。那么这两个视频中我演示了两种获取数据的方式啊，一种的话就是我自己写的这个 Python 代码，那么它使用起来就是相对来说很麻烦啊，但是适合我啊。还有一种就是适合大众的啊，大众一点的就是这个视频中讲的Take Story 啊。那么 Take Story 跟我们今天要讲的这个 Quant Data Manager 啊，其实在功能上啊还是很相似的啊，但是为什么还要再介绍一个软件呢？就是这个 Take Story 啊，它对于亚洲用户啊，或者说就是大陆用户的支持啊，还是没有这个Quant Data Manager 支持的好，因为很多用户啊，它其实不具备一些这个网络的条件啊。如果你使用这个比如说这个 Take Story 或者是 Take Data Suite 这种软件去下载的话，你的网络如果不支持的话，那么你这个速度啊就是非常非常的慢啊。在这里我要声明一下，我个人很喜欢很支持国内的上网环境，国内的好软件好东西是非常非常多的啊，一些这个远香近臭的想法是要不得的。那么有些观众啊，他想让我直接把我的数据啊就发给他这真的是有点为难我啊。首先这些数据啊，尤其是我们这个 Take 数据啊，它都非常非常的大啊。另外就是数据的这个维护方面啊，你不可能你只测一段固定的数据啊，你时间在流逝啊，它市场一直是在运行的，一直在变化的啊。你老是适应过去的那一段行情的话，那肯定是不合理的啊，并且你不想掌握这个方法的话，你老是借助这种方式啊，那就请原谅我做不到啊，我精力真的非常有限啊。好，那我们直接看一下这个 Quant Data Manager 这个软件啊，大家也可以试一下这个软件能不能解决你目前的数据问题。好，下载这个软件啊，其实很简单啊，你只需用打开它的这里的这个地址啊，进入到这个网页，然后在账户这里啊，你自己去注册一个账户啊，使用邮箱注册一个账户，然后它应该就会给你的邮箱发送一个这个软件的一个凭证然后你就直接从这里下载啊，下载之后大概就是这么一个样子啊，可能会有所区别啊，因为我们这个环境啊，包括我们的这个版本啊，肯定是不一样的但是大致的功能都是差不多的啊。那么它这个软件它是有这个免费版Free 的，还有这个Pro 专业版那么它们之间的这个区别呢，就是免费版它是直接从这个 Docospe 直接进行数据下载的不管你是这个Take 数据还是这个1分钟数据它都是直接从这个 Docospe 进行下载。而它这个付费的它是提供了一个 CDN 技术就是下载速度很快按照官方的宣传的话，就是可以提高个10到15倍而针对大陆用户的话，它这里没写但是我们看它软件里面，其实它是针对于大陆用户的话，它还有一个专门的优化就是可以直接让我们从这个香港进行下载那速度就更快了飞快然后其他的区别也就没什么了，就是一些有没有广告之类的这些都无关紧要然后它这个软件的话，它是卖49U按照目前的汇率应该就是个350元人民币左右相比其他软件，它可以说是非常非常良心非常非常便宜了当然我这里也不是去给它做打广告也不推广它因为你买不买跟我都没有什么关系我收不到1分钱我只是想给一些
目前啊下载速度很慢的一些观众啊提供一个选项啊。那么下载数据的过程啊其实是非常简单的啊，非常的银杏化啊。它比起我之前用 Python 写的话要好的太多了啊，并且大部分功能它都能够做到啊。那么不管你是免费版还是付费版啊，它的数据啊，它提供几种来源啊，一种是这个 Docospe 的，还有一种就是啊，它这里就是期货的啊，你们估计是没有这两个图标啊。然后还有一种就是这个达尔文的，达尔文的话，它里面的数据更多的是这个指数的 CFD 啊，它维护的比较好啊，所以有些人喜欢从这里进行下载啊。然后就是一些 crypto 啊，比如这里的币安啊、Bitfinex 啊这些之类的，它也有啊。包括有些人做股票的可以从这个雅虎进行下载。然后我们这里就演示这个 Docospe 啊，你要下载某一个品种，你首先新增啊。新增的话，它这里的品种还是非常非常多的啊。你像常规的这种外汇的货币对啊、直盘货币对啊、交叉盘货币对，还有这种黄金、原油啊这些商品啊、期货啊，包括股票的指数啊、日经啊、恒生指数啊、菜鸟50啊，包括这什么印度的啊、印度的指数啊、德国的啊、法国的、欧洲的这些都有啊，这比特币啊，然后还有各个国家的这个股票啊。不过这些股票我感觉就没有太大用了，时间也比较短。大多数用的经常的还是这个外汇啊、黄金或者指数 CFD 啊，它可以追溯的这个时间也非常非常的远啊。你看这里，交叉直盘的话就是2003年啊，2003年距今的话就是有21年的时间了啊。这你用来开发的话就是足够了啊。说实话，你可能根本就用不到这么多啊。好，那么如果你选择下载的话，你直接在这里点击勾选啊，然后把你要下载的这些直接点击save 就可以了。然后它这里提供两种格式啊，一种是这个 take data 啊，一种是这个1分钟的，这个就看你们各自的选项啊。然后你这个添加之后，它就会出现在这个 data 的这个标签页啊。然后下一步的话就是点击这个 download data 啊。然后这里你把你的这个时间啊选择上要下载多久，然后这里的话你是要重写还是只下载没有的数据啊？主要是这一块啊，免费版本的啊就只能是这个选项，就是从这个 Docospe 的 server 进行下载啊。那么这个东西呢就只能看你所在地区的这个网络速度了啊，这个很难说啊。那么如果你是这个 Pro 版本啊，就是专业版的话就是付费版的话，那么你就可以选择这个选项啊。如果你是大陆用户以外的话，你可以选择它这里的第二个这个 CDN 啊。最后，如果你是大陆内地的用户的话，那么我建议你就直接使用这个 Hong Kong Server 啊，它的速度还是很快的啊。它算是针对于大陆用户的一个单独的一个优化吧，我个人觉得啊。然后，对，这个标签页就是配置一下它的 commission 啊，包括 swap 费之类的一些个性化的一些配置啊，针对你所交易的这个平台啊。因为我这里已经下载了啊，我就不给大家演示了啊。它的速度还是比较快的啊，差不多我这是上一次测试的，差不多。我是测试的10年啊，10年的黄金的数据，我这里的话差不多就是一个4分钟左右啊。当然你再慢的话，估计也就10来20分钟，估计也就下载完了10年的数据，这个还是很快的啊，比起其他的快不少了啊。然后另外几个常用的功能就是你下载之后你就要导出嘛你要导出到这个 MT4 的话，你就点这里，点 MT5 的话你就点这里MT4 要注意的就是你要导出的数据的话，那你先下载这个 M1 的，也就是1分钟的要先下载这个 Take It 不要下载1分钟的因为1分钟的数据在 MT4 上它是导入不进去的导入不进去
像 MT5的话，它就无所谓了，它 take data 还是说1分钟的这个 data， 它都是可以的啊，包括这里的点差什么之类的，它也都是可以修改的。然后还有一种情况就是你是使用其他的这个交易平台啊，那么你就可以使用它这个导出 CSV 的文件啊，那么它最终会呈现的一个效果，我给大家找一下。CSV 文件导出的话，它就是这么一个样子啊，它这里的时间啊、开高低收的价格啊，包括报价量、成交量什么之类的，还有这里应该就是点差，这个点差你可以自己在这里进行设定啊。然后这就是 CSV 文件啊，还有说什么？还有就是它这里的这个 tools 啊，因为我们通常来说我们的时区啊，可能跟它这里的时区是不一样的啊。它这里直接下载就是 UTC 时间啊，直接下载。如果你没有配置的话，就是 UTC 时间啊。如果你要进行自己的交易商的一个时区转换的，你可以使用它这里的 clone to time zone 啊，你可以加时区，也可以减时区啊，都是可以的啊。包括你使用这个ESC 时间、ES 的时间都是可以的。时区转换啊，最终最后它还有一个功能啊，我觉得是比较有趣的，就是它可以首先是它在你这个下载的时候，它给你一个图形化的界面啊，让我们可以观察一下这个数据质量啊。还有就是它这里可以分析一下你这里面的这个 gaps， 还有这个就是你这里的这个，它这里应该就是 miss data， 就是没有的。然后还有这个极端值，还有这什么 bad 开高低收啊，这个应该平时不会有啊。基本上就是这两种状况，就代表数据质量有问题的情况有多少。那么我们看1分钟的话，它就是存在0.09%啊，那就是万分之9啊，可以说非常非常小了啊。这种数据在 MT5 测试的话，那基本上就是99%的那个数据质量啊。这个极端值其实看的比较少。然后你像我们平时开发这个30分钟以上或者15分钟以上啊，这种数据质量的话，那就更好了啊，基本来说是完美。好，这就是它这个软件大体的一些功能啊，然后其余的一些功能可能也很少使用啊，主要我们就用它进行下载。然后下载完成之后啊，还有一个就是导入问题啊。那么导入问题你就可以参考我这个视频啊，或者这个视频，反正这2个视频之中的一个，我里面已经详细的介绍了导入的一个过程啊，一个教程。好，那么其他的就没什么好说的啊。那这就是这个软件的一个全部内容啊。如果感觉对你有帮助的话，还请点赞、评论、加关注啊。那我们就下个视频再见，拜拜。